轻断食的种类其实并不是很多，168是最普遍的轻断食了，因为它够轻嘛。一日一餐，有的人不把它当成轻断食来看待，但是严格讲起来，一日一餐也是轻断食。轻断食是不是减肥的一个好办法？减肥不是减重，减肥跟减重的概念不一样哈。当我们说减肥的时候，是指的减掉身上的脂肪；减重的时候是减掉身体的重量，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差别的。减掉身上的重量，你有可能损失的是肌肉，损失肌肉对我们健康是有严重威胁的。所以强烈建议大家要留意，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肥，你不要损失肌肉，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要想办法保护你身体的肌肉的。 OK，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必须要先说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转过头来讲减肥这个问题了。我们先不谈轻断食，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减肥的概念是什么。我自己曾经减过2次50公斤的，2次用的方法非常极端的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对减肥是有充分认识的。虽然我今天看起来似乎还是很胖，但是因为我是 C 型的，我不可能更瘦了，我的代谢特征是如此。但减肥的根本原则是什么？我们要让脂肪离开我们的身体，只有一个办法的，就把它变成能量用掉，所以我们就俗称的把它燃烧掉。你要能够把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燃烧掉，它才会离开你的身体的。 OK，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办法，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如果我们要讨论让身体燃烧脂肪的话，这个就有科学逻辑可以去遵循的了。身体要燃烧脂肪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胰岛素必须降下来，胰岛素必须降，所以你们不要误会说胰岛素必须降下来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绝对的数值吗？要降到多少才可以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继续吃碳水化合物比较高的食物，如果你继续吃高糖饮食，你的胰岛素就始终在比较高的位置，因为你身体需要去处理这些葡萄糖，那么你身体就需要制造很多的胰岛素，所以如果你继续吃高糖饮食的话，你的胰岛素是永远下不来的。所以你想要燃烧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，或者是燃烧你饮食里面吃进去的脂肪都做不到。你要燃烧的脂肪，不管来自于你的食物还是来自于你身体里面储存的，它的先决条件都是胰岛素必须降下来。那么你的饮食是需要做出调整来的，你才可以有比较好的效率去让身体消耗脂肪，消耗你吃进来的和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。轻断食对于身体消耗脂肪有没有好处？你吃的是高糖饮食还是生酮饮食？答案是不一样的。绝大多数吃高糖饮食的人，你身体里面的胰岛素一天到晚都在高位，降不下来。到了你晚上睡觉了，夜里头了，最后快要睡醒的前面几个小时，你胰岛素应该降下来了，那是刚刚开始你比较健康的情况。可是如果时间久了以后，你的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了，那个胰岛素它降下来的速度就变慢了。所以如果你出现胰岛素抵抗以后，非常有可能一天24个小时你的胰岛素都在高位的，降不下来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身体要燃烧脂肪的机会非常低了，非常非常低。你说你身体是不是完全不燃烧脂肪？那也不是。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你睡着的时候，你身体消耗的能量几乎100%都是脂肪。所以是不是有人说睡觉可以减肥？可是我跟你讲，你睡着觉了以后消耗的能量很少啊，但是那一点点能量几乎全部来自于脂肪。你身体的肌肉全部都没有在活动，你身体就是平滑肌和你的心脏肌肉在工作，其他的细胞几乎都在休息状态，所以你身体消耗的能量很少，那个时候你身体在燃烧脂肪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身体燃烧脂肪的机会就很少了。那么吃高糖饮食的朋友们，为什么168对你有利呢？即使你的饮食里面继续吃碳水化合物，那添加糖是绝对的不恰当了。我说的食物，你吃米、吃面、吃淀粉 OK， 添加糖拿走。那么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下面，做168轻断食对你来说非常有利。为什么非常有利？168轻断食的意思就是你一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吃东西，另外1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不摄入任何有热量的东西。所以另外16个小时里面，你可以喝茶，你可以喝黑咖啡，喝水都没问题，但是有热量的东西你不能碰16个小时。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第8个小时你吃完最后一口东西，第9个小时的时候，你的血糖升到了最高点，大约你吃饭后1个小时血糖升到了最高点，第10个小时你的血糖降下来了。正常人来说，如果有胰岛素抵抗，再晚1-2个小时血糖降下来，所以第10个小时你血糖降下来了，后面你就不再吃东西了。我告诉你，到了第12个小时，到了第14个小时，到了第15个小时，你胰岛素下来了。如果你后面不再吃任何东西的话，再后面有3-4个小时、4-5个小时，你的胰岛素就降下来了。所以按照这样的时间去计算的话，你一天当中大概会有9到10个小时的时间，你身体里面胰岛素是降下来的。以前的你1分钟都没有，现在的你有9到10个小时的时间。首先，这个对你的健康就有非常大的好处，因为胰岛素高，胰岛素长期在高位是有毒的，它
有毒性的，所以它会造成慢性炎症，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对你的身体带来很不利的影响的，长痘子啦、掉头发啦，各种问题出现的哈。所以每天有9到10个钟头的时间，胰岛素降下来，首先对你的健康就会带来积极的意义。然后呢，对一部分的人来说，它会出现明显体重下降的，就仅仅在那个胰岛素下降的过程当中啊，他身体会燃烧脂肪的。如果你年纪比较轻，活动量比较大，相对比较健康，在这样的状态下，168轻断食对你的减肥来说是有意义的。168轻断食不要求你饿肚子，你可以吃你需要吃的食物，不要吃添加糖。OK， 这么对有一部分的人来说，对于减肥呢是有意义的。如果说你相对比较不健康，你身体慢性炎症比较厉害，如果你平时就比较不爱活动，这样的情况你去做168轻断食，对你的减肥来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慢性炎症越厉害的人，减肥就越困难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身体啊是透过慢性炎症来储存脂肪的，而透过慢性炎症储存脂肪是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断食这个阶段的。我们的进化过程当中是这样的，所以慢性炎症比较厉害的人，减肥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。所以168轻断食从减肥的角度来讲，效果好不好？对某一部分的人来说，效果是相当不错的，不是对全部的人。